寒衣节又称寿衣节、十月朝、秋祭、祭祖节、明阴节、鬼节等等。它是每年农历10月初1的重要传统祭祀节日，也是道教5腊之一的民岁腊。农历10月初1标志着冬季的开始，气温逐渐转寒。古人认为，既然人世间需添衣保暖，冥界的仙人同样需要添衣，以此表达对祖先的孝敬和追念。寒衣节主要流行于中国北方，以焚烧纸衣、祭祀祖先的习俗而闻名。寒衣节的起源可追溯于周代，据《诗经·宾风·7月》记载：7月流火，9月授衣。意思是说，从农历9月开始，天气逐渐转凉，人们会为越冬准备御寒衣物，因此寒衣节也被称为授衣节。据《礼记·月令》记载，是月也孟冬之月，立冬之日，天子亲率三公、九卿、大夫迎冬于北郊。这一天，天子率领三公九卿到北郊举行迎冬礼仪，礼毕返回后，会奖赏为国捐躯的人，并安抚他们的家属。已去世的人无法直接受赏，因此就通过送寒衣表达敬意。农历10月初1被称为10月朔，在秦朝曾为岁首，故也称秦岁首。据《荆楚岁时记》记载，10月朔日，属祸，俗谓之秦岁首。在秦朝，每年从10月开始算作新年伊始，10月初1相当于大年初1，而9月30的夜晚则类似除夕。当时，人们在农历10月初1这一天，用一种叫做属货的食物及混合黍米的肉羹来祭祀祖先。关于农历10月初1烧献名衣靴鞋、席帽衣料的习俗，最早出现在宋代文人的记录中。北宋时期，寒衣节的主要习俗包括授衣和烧衣。授衣指皇帝赏赐棉衣给文武官员，以表关怀；烧衣则是为逝者准备御寒衣物，在坟前焚烧。人们对送寒衣十分重视，节日前名衣店会提前备好衣帽贡品，方便人们在10月初1祭奠故人。到了南宋，民间开始流行在这天扫墓并烧衣。宋代周密在《武林旧事》中记载，10月初1，城中人前往郊外拜墓，带上棉衣等贡品。至元代，这一祭祖习俗被称为送寒衣节，西京志集异，岁记写道：此月，京城自初一后称送寒衣节，祭祖扫黄叶。到了明代，送寒衣的习俗更加丰富，衣物种类和讲究也变多。寒衣不仅有固定的尺寸，还会标注故人的姓名和辈分。仪式上，去世时间较久的逝者要用五色纸制作寒衣，新亡者则用白纸，还要举行哭祭。女人哭19声，而男人哭11声。此外，纸衣必须焚烧完全，否则逝者据说无法收到。清代基本沿袭了明代的习俗，但在规模和物品上更为讲究，不仅送衣物，还增加了纸钞。在北京，人们会在节前购买彩色蜡花纸，剪成布匹状长条，并印上牡丹、菊花、蝴蝶等图案，有的还剪成衣裤形状，装入带纸钱的包裹中，带到墓前焚烧。尽管寒衣日趋精致，纸钱和纸锭始终是祭品的核心，反映了清代对金钱象征的重视。另外，值得一提的是，在道教文化中，10月初1是民岁腊之日，五位天帝会在这一天在北方的五气黑天聚会。当天，丰都北阴天帝会对阴间的鬼魂进行考察，审查他们在世的子孙后代所行的善恶行为，进而决定鬼魂的罪与福。虽然寒衣节又被视为鬼节，这里的鬼并非指邪恶鬼魂，而是对已故亲人的尊称，表达对祖先的怀念。据传说，阎王爷会在这天让阴间的鬼魂放假，允许他们到人间领取家人祭祀时烧送的钱物，之后再在天亮前返回阴曹地府。因此，这一天的祭祀对生者和逝者都尤为重要。关于寒衣节的起源，在民间有3个流传颇广的故事：孟姜女送寒衣、蔡墨烧纸和朱元璋授衣。第一个故事与孟姜女有关。传说秦朝时，松江府、孟姜两家得女，取名孟姜女，嫁给范喜良。不久，范喜良被征去修长城。
孟姜女千里迢迢为丈夫送寒衣，却得知他已死并被埋在城墙脚下的消息。孟姜女悲痛欲绝，日夜哭泣，最终哭倒长城，露出丈夫的尸骨。传说她后因抗争，抱着丈夫遗骨跳海殉情，海面涌起2块礁石，形成姜女坟，从未被海潮淹没。因为孟姜女千里送寒衣的故事，人们将农历10月初1这一天称为寒衣节，这天烧寒衣祭故人也成了传统风俗。第二个故事讲的是蔡墨夫妻利用烧纸的营销伎俩从中牟利。古时没有纸，文字刻在竹板上非常不便。传说蔡伦发明了纸，销量很好，他的嫂子惠娘看中了其中的利润，便让丈夫蔡墨去学造纸。蔡墨在蔡伦处学了3个月后，回来开了纸坊，但因手艺不精，造出的纸粗糙没人买，只在家中堆满。惠娘灵机一动，想出一个办法，半夜蔡墨大哭，邻居们赶来，发现惠娘去世，已被装进棺材。蔡墨在众人面前一边哭一边烧纸，说做纸不好没人要，竟把妻子气死了。突然棺材内传出惠娘的声音，她复活了。她唱道：阳间用钱四海通，阴间用纸做买卖，不是丈夫把纸烧，我怎么能回阳间？邻居们信以为真，争相购买蔡墨家的纸去给祖先烧祭。不久，堆满的草纸全卖光了。惠娘还阳的日子正好是农历10月初1，于是留下了上坟烧纸的习俗。第3个故事与朱元璋授衣礼有关。农历10月在古代是一个重要的月份，此时正是稻谷收获尽仓之际，如《礼记·月令》所言：是月也，天子始求。当天，天子以穿冬衣的仪式昭告庶民，冬天已经来临。相传明初朱元璋在南京称帝，为了显示顺应天时，在10月初1这天早朝行授衣之礼，并把刚收获的赤豆、糯米做成热羹赐给群臣品尝。南京还流传着这样的民谚：10月朝，穿棉袄，吃豆羹，御寒冷。寒衣节由此而来。在中国北方，农历10月初1，人们会焚烧纸做的衣物送给已故亲人，这被称为送寒衣。寒衣节的祭祖习俗和中元节相似，包含墓祭、遥祭和供奉牌位的方式，但寒衣节的特色是焚烧纸衣表达孝心。后来一些地方不再烧纸衣，而改为烧包袱，即将冥纸封在纸袋中，写上收送双方的名字，认为民间有钱也能买东西。寒衣节后天气渐冷，人们不仅给亡者送寒衣，也会为家人准备迎冬活动。妇女会取出准备好的棉衣，为家人换季，或者是穿讨个好兆头。男人则清理火炉和烟筒，试着生火，为冬天取暖做好准备。远离家乡的亲人也会收到冬衣，以表达思念和关怀。另外，道教认为10月初1民岁腊这天适合忏悔、祈寿、祭祖和沐浴，表示敬意。按照习俗，人们应避免大吃大喝或酗酒，多行礼拜以示虔诚。寒衣节有一些特别的习俗。在北方，10月初1当天，许多地方会吃面条，面条象征健康长寿，既能驱寒，又寄托了对已故亲人的思念。在南方有10月朝，糍粑辘辘烧的说法。辘的意思是像车轮一样滚动，指的是客家人将糯米团子滚上芝麻和花生糖，甜蜜外表中包裹着糍粑的内馅。糍粑原是古代农民的祭品，如今成为客家人在寒衣节的必吃美食，表达对先人的敬意和思念。此外，饺子也是寒衣节的传统美食，吃饺子象征好运连连，用饺子祭祖，祈愿全家平安兴旺。至此，我们共同学习了中国传统节日寒衣节的历史、故事传说和文化习俗。在这个寒衣节，愿先人安息，家人安康，也愿我们珍惜当下，感恩团圆。如果你喜欢以上内容，请记得帮我们点赞。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以观看更多的优质双语教育内容。